这个我这也不用证明了啦，我们就是这样会去整理化妆然后把它弄成在租屋市场中相对高档很多。好，即使它的公共空间很不 OK， 那也没差现在的租客真的被我们证明出来，就是说如果是公寓隔套你就把它装潢得很漂亮，好，那个楼梯间都是壁癌没关系他只要他的房间打开来是个梦幻泡泡他很喜欢，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去做化妆的事情不要去花那个整形的钱。我这样讲会不会被骂？总之你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大的装潢真的花这个钱不用，我们有非常多的化妆的技巧就可以让那个整间房子焕然一新，你看起来那个租客就是很喜欢，租金就是能拉高很多啦，这你也不用听我讲那你自己 YouTube 你去查嘛，什么阳台布置一堆，想说一个中古卫阳台可以变成那个样子我也要，然后你去看他画的材料都不会很贵啊，对啊，就做这种事情就好了就很厉害了。自住兼投资的房子有涨幅也很难赚到钱。先说结论，因为很多自住的房子装潢都装太多太满了，那就变成说你的房价涨3成，换算起来他也没赚多少钱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蛋黄区该买公寓单房还是电梯2房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自住的房子有涨幅也很难赚到钱。这次我们来聊一个会员跟我讨论的问题就是他跟他邻居很熟，所以知道他的一些装潢费用，然后邻居要卖，然后他就用附近行情推一下，结果发现就算他现在卖出的价钱是买入价格的 1.3 倍，也就是房价算他涨3成，结果那个装潢费用扣一扣以后，其实获利是不到100万，他就很傻眼说就是说我扛了这个1-2千万的贷款，结果实际获利怎么还好，我当初不如选一只股票还是怎么样当然这个关税就再说嘛他就跟我说这感觉很诡异很奇怪这样他说那不如就是稳定收租的物件，好像看起来时间拉长还会香很多。那我先说结论这很正常，因为自住的房子这个绝大部分都会花很大的钱去做装潢例如说这个会员朋友的邻居装潢就200万以上，所以他的获利就直接稀释掉非常的多。所以你要知道自住房子想要赚涨幅的条件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就来讲说你自住的房子你想要赚涨幅嘛，应该要怎么做比较理想。那就是乡民最喜欢讲的所谓自住兼投资你投资客不是，我是自住那心里想到没有，我自住兼投资就这样。好，那我直接说答案就是不要装潢就不要装潢。很多自住的房子真的是装潢花好多的钱超多的钱，然后我怎么感觉也还好。就我之前看过一个1房1厅10多坪而已室内然后装潢的费用给他弄到170一个单身新贵，哇，这怎么搞？那他将来即使这个房子有出现不错的涨幅，可是他要先把他的这个170的装潢给他扣回来，你自己看对啊那很贵的装潢十之八九到时候就是会扯你那个获利的后腿。然后很贵的装潢住起来真的有舒爽那么多吗？我个人觉得还好，这我八卦的时候我要好好讲。也就是说你想要自住兼投资的话那你就是从装潢这边去节省掉到时候你的利润才会高很多。我也不是说要你住一个什么毛坯屋，什么蓄力占地风，不用什么你都不要买柜子你就弄角钢来锁什么东西把它吊起来裸空这样子是不用那总之就是你就不应该出现什么大理石的中岛你就不应该出现那个系统柜，然后是用什么很好的木头去弄的我当然知道这样很好看，可是这样真的好贵我会建议你换个思路看装潢。我建议你怎么样换一个思路来看装潢。就我们现在讲的是你自己都讲你要自住兼投资嘛，对不对？所以代表这间房子你大概住个5-6年以后你就要卖了嘛。换句话说，这个装潢只要撑5-6年不就好了吗？可是装潢工班哪一个或这个室内设计哪一个感觉讲我这个撑5年之后大概就烂得差不多了，我靠，你最好案子会给他做。所以大家做装潢都是反正我就是要20年这个永保安康，厕所厨房都不会漏水，那你当然就贵好，那你的下家怎样？他喜欢他也要嫌弃你的装潢，你知道，因为可以杀价，他就说我要找人拆除，我签约，现在签约好贵，便宜一点，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的选项里面不要出现什么大理石的中岛某某法国设计师的什么意大利设计师的牛皮单人椅然后系统柜去贴合去做了一个红酒柜之类的。当然你今天等级那么高，你住豪宅你要享受，你去吧，就这样。
我会建议就是 IKEA 处理就好了哦。IKEA 撑5年没有什么问题哦。我要再讲一次 IKEA 那个还是被喷，淘宝那么便宜又好看，甲醛嘞，你测过吗？你说我测过没事啊，你打了洞，你要不要再测一次看看？IKEA 我也不是说多喜欢它的设计或是怎么样，而是说它就很安全，你知道，它要是卖出来的那些被人家测出甲醛什么儿童癌症，你看它被告成什么样子，所以它就是很安全的牌子。至于淘宝这些过来了，你要不要测测看哦？尤其是那么大的衣柜，整天都在房子里面，那个板材来的时候都好好的你测也测不出来可是你打洞了，因为我要锁东西，我一打了洞就飘出来。我以前也不信，我就说原来那么夸张你打个洞它就飘出来，就这样，这一飘2-3年可是甲醛就是木材就必要用的东西所以便宜有便宜它的原因那 IKEA 我现在最常听到人家批评 IKEA， 不是说 IKEA 难看，都说 IKEA 贵人家贵有贵的道理嘛就这样。甚至建商付给原屋主，原屋主又继续继承给你的什么厨房系统柜你就直接用对吧？你看他觉得很不爽，你去贴个皮或是干嘛嘛尽量的去节省装潢的费用，你就可以把未来的利润省出来。那你只要这样子继续下去，我相信你要买的时候，你的利润绝对会是比花大钱去装潢的人还要高很多的。装潢的屋主都这样我的房子当初装潢很多钱怎样下一手的买方他们共同的一句关我屁事，好难看或怎么样，就没有必要了那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就是你的沙发椅子那个保护的胶，尤其是橱柜的那个保护的那个封膜不要撕你要卖给对方的时候让他自己去撕那个膜，莫名其妙搞成这样，不用去搞成这样自住的房子还是开心舒服比较重要但开心舒服是要有限度的。你真的要享受那个很昂贵的装潢，你又不是退休人士，你真的要享受，你去5星级饭店去享受嘛，对啊，旅展的时候去买一些那个饭店，它不是都会有卖，那浴缸爱泡就泡这样没比较好吗？5星级饭店的装潢是真的很厉害就是他们的材料工法确实都是比就很厉害，你要体验，你去那个就好了，还可以一直换不同家，换不同的口味。没有必要把那个钱就砸在自己的房子身上，然后再来被下一手买方嫌。对，所以我是建议你不要搞什么花大钱的装潢你自己就好好的住。比方说像我自己，可能我命贱之类的，像我的衣柜旁边衣柜，我的衣柜哪有在做系统柜的哪有在放到顶的上面都是空的空的就空的，空的我也觉得这没什么事情我要移来移去也是很方便那个有装潢没装潢，个人觉得还好啦。你真的要大装潢，那你退休的时候打造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再去弄吧。不然我们都是干净舒服就好了。IKEA 你去看 IKEA 的样品，你觉得它有装潢吗？你觉得那个叫装潢吗？对这个是不是很大众普罗大众会喜欢会接受的口味？民宿IKEA 整个复制贴上，它生意也会很好就是这样。你真的要弄的话，你就去弄。你有装潢的钱，你为什么不去搞另一间自产的房子，然后帮你生出利润的？就这样大装潢真的是你未来你在卖的时候，它是你那个获利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扯后腿的地方。我看起来都是装潢的事情，然后下一手买方就不认了。然后你花越大的钱去装潢你得到的负面效果会越强，就是因为风格会很强烈，非常的强烈。风格很强烈，我看过有人用那个去看一些房子，我一踏进干这个地板不一般，对盘多膜什么的知道就知道贵，那个是工人在地上慢慢弄出来的，然后他养它，然后平常使用家就要很小心盘多膜的地板一体无缝，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就是雾面的你知道，然后一体无缝，然后看起来很有质感，没有错。好，就花了这个地板，然后又怎么样嘛你下一手的买方各种闲的话跑出来，我有养狗，这个猫猫狗狗会破坏这个地毯，问题一堆风格太过强烈就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不是那么建议去花大的装潢。我命贱我这个家具摆一摆能住也是住得很好，就这样我一直都不是很了解说花那么大的价钱去做一个非常符合主人自己品味的，到底是可能女孩子心里想的东西不一样，像我们就是 CP 值为主， CP 值是该有的，你最好给我空屋那天地壁油漆灯窗框大概弄一弄剩下的我都来自己弄。那我来弄就阳春，然后就把 IKEA 的家具摆，因为我怕甲醛，不是说它设计多好看，那就这样用一用。我自己也是住得很爽其他让我擦。然后吊饮式冷气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你就让冷气凸在那边不是也好修也好瞧也好弄？不晓得，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我有很多会员朋友的看法也是这样那当然你要去享受很好很顶的装潢，去花那个钱，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你的下一手都不会去认你的品味
他们都是认为你的品味害他要花很多，他不愿意花，然后要跟你杀价，大概长这个样子，那你就要接受就是这样。谁叫你现在的想法是自住兼投资？你又不是说选一个你要退休的房子就一直住，一直终老在那里面。如果是的话，你要一个死板这个下沉式的降板的这个浴缸去啊，对啊，你退休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可是你自住兼投资，你去给人家搞这个，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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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然后讲八卦讲八卦，这个八卦跟今天主题还好，但是就是我是认为说，这是我朋友跟我讲我觉得很形象那再分享给你，就是说中古屋跟房子你住一住就是中古屋了嘛，对不对？那个新成屋交屋给你之后，你住一住就是中古屋了。中古屋跟女生差不多意思，就是说女生只要化妆很漂亮就好了，就不要去整形了化妆很厉害呢。那个我们短视频都滑一堆嘛，短影片滑超多的嘛，懂什么？化妆前化妆后很厉害呢，根本换头术就这样很厉害，会化妆的很厉害呢，就不要去花那个大的价钱去整形了就去化妆就好了。房子是同样意思，真的，你即使是花超昂贵的那个装潢费用去弄，然后材料都选得很好，然后那个石板或者什么的都有类似替代，你真的要弄，你用那个方式去做就好，你用化妆的方式，不是整形不是那边
像有人整一张脸，然后就花了300-400万去，你就不用去做这个东西，你一样，你靠化妆就能画出很厉害的效果。这个我这也不用证明了啦，我们就是这样会去整理化妆然后把它弄成在租屋市场中相对高档很多。好，即使它的公共空间很不 OK， 那也没差现在的租客真的被我们证明出来，就是说，如果是公寓隔套你就把它装潢得很漂亮，好，那个楼梯间都是壁癌，没关系他只要他的房间打开来是个梦幻泡泡他很喜欢，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去做化妆的事情不要去花那个整形的钱。我这样讲会不会被骂？总之你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大的装潢真的花这个钱不用，我们有非常多的化妆的技巧就可以让那个整间房子焕然一新。你看起来那个租客就是很喜欢，租金就是能拉高很多啦，这你也不用听我讲那你自己 YouTube 你去查嘛，什么阳台布置一堆，想说一个中古卫阳台可以变成那个样子我也要，然后你去看他画的材料都不会很贵啊，对啊，就做这种事情就好了就很厉害了，不需要去花那个大价钱去做完整完美的装潢，除非你已经退休了，你要享受你的人生。